大家好，我是带着你拿着话筒拿了仨片片。提起蜡笔小新，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是搞笑的低幼动漫，但是如果你听我说完这部剧场版《呼风唤雨：大人帝国的反击》，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在一个晴朗和煦的日子，小新一家满脸期待的来到了大阪的万博会玩耍。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广志不在，妈妈美伢带着俩孩子在人潮中闲逛。突然，会场里的广播提示游客说有怪兽出现了。小新一家面对巨大的怪兽，竟然并不惊慌，而是直接变装成为了万博会防卫队。爸爸广志此时也开着飞机赶来了，甚至还来了个华丽变身。电视奥特曼的广志几下就把怪兽给打晕了。一旁的小新觉得爸爸太抢风头，不顾一切的跑到怪兽肚子上撒起泼来。为什么怪兽好像变小了呢？镜头一拉远，原来小新一家是在体验拍特摄剧，广志那无敌的英雄形象都是虚假的梦而已。这场体验是为了让广志过一下超级英雄的瘾。下一个要过瘾的是美伢，她拿着仙女棒体验了一回当魔法少女的感觉。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只为大人服务，满足他们的儿时幻想。有的项目孩子们没法参与，就被丢到了寄存处。小新在这里见到了幼稚园的同学们，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了这个所谓的20世纪博览馆。大人们在这里变得很不正常，他们像是忘记了年龄，在博览馆里玩洋娃娃，扮成美少女战士，还在人道的哆啦 A 梦空地上追跑打闹。因为20世纪博览馆太受欢迎，展览馆外的世界都刮起了怀旧风潮。街上的老爷车多了，大家又看起了录像带和黑白电视，服饰也是越穿越复古。这个所谓的20世纪博览馆的创始人是一个扮相很像老一辈摇滚歌手约翰列侬的蘑菇头。他建造了一个完全模拟了过去时光的小镇，在这个小镇上，大人们可以生活在其中，让自己永远活在儿时的记忆里。在蘑菇头看来，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了过去时代的传统，到处都是金钱至上，缺乏了过去那些朴素的价值观。有黑长直抱怨说，要是时代不会前进就好了。蘑菇头竟然说，这个理想很快就会实现。晚上8点整，小新的父母还在看电视，没人起身为孩子们做饭。突然，电视上播放起了奇怪的画面，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从窗外飘来。小新的父母就像中了邪一样，不吃饭就要关灯睡觉。第二天一早，父母还是不做饭，而是吃起了孩子的零食，吃完就睡大觉。没办法，小新和妹妹也只能吃零食充饥。越吃越觉得悲愤的小新受不了了，他跳起来想叫醒妈妈去做饭，叫醒爸爸去上班，但爸妈根本不想动。爸爸还反驳说，凭什么大人就一定要去上班？无奈的小新不想再理这对奇葩父母，自己背着小葵要去幼稚园，可左等右等娃娃车也不来，小新干脆骑着3轮车出发。在路上看到了一幕幕奇景，大人们好像都失了智，玩起了他们童年时爱玩的游戏，连幼稚园的校长和老师们也像孩子一样玩起了躲猫猫。正当小新极度纳闷时，巷子里开来了一大串3轮卡车，卡车放着怀旧音乐，大人们听到后都疯狂的向前跑去，连美伢和广志也被催眠般的上了车。焦急的小新背着小葵跃上墙头，开启了跑酷模式，追着爸妈。小新见追上父母无望，就回去联络了幼稚园的同学。在大家七嘴八舌的猜测里，大人们估计是都去了20世纪博览馆玩了，孩子们乱作一团，一直在 TV 动画里语出惊人的阿呆说大人们是不是去博览馆建立了大人帝国呢？此时电视里也播放了让人担忧的新闻，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人集体失踪事件。新闻还没播完，突然信号断了，随即播起了很久之前的老节目。眼看到了中午，孩子们的肚子都咕咕叫了，反正现在也没有大人，小新提议不如去没人管理的超市吃个够，可超市早就被坏小子们占领了。为了突击进超市，小新想到了一个顶桶计划，迅速混进了超市。就在大家大拿特拿时，还是因为太贪婪而出了乱子。虽然所有人都反应得很迅速，但天性搞怪的小新却容不得别人坐在自己头上，一言不发就来了一招千年杀。小新是过瘾了，整个偷超市小分队也暴露了，大家一边跑一边掉吃的，最后只偷到了5包零食。没吃饱的孩子们在街上游荡，拐弯进了一家酒吧找吃的，可酒吧里只有掺了酒精的乌龙茶。喝醉了的孩子们开始模仿起了大人。そうよ、他に誰がいるっていうの。こんな女に鼻の下伸ばさないで。子供が見てるでしょ。もうよせよ。みんなおかしいよ。女なんて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おらんだぜ。僕はママ一筋だから。坊さん。ママ。君いくつ？5歳。若いね。頼む、捨てないでくれ。
到了晚上，小新他们找了个房子躲了起来，收音机里传来了广播，蘑菇头说所有小朋友的父母都在20世纪博览馆，他们在那里回味童年。如果小朋友们想爸妈，他会派车接孩子们去和父母团聚；如果有孩子不去，就会被当作抗命分子，天一亮就会被抓起来，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广播一结束，真的有车来接走了很多孩子。小新等人没有被蘑菇头蛊惑，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小新就带着大家来到了他最喜欢去的商场，在商场的天台，大家看着远处20世纪博览馆的烟花，都十分想念自己的父母。第二天一早，蘑菇头就带着那些没上车孩子的父母，要去紧急追捕那些不听话的小孩。大人们都还是一副脑子退化的模样，蘑菇头用玩具和游戏卡牌当奖励，就能轻松控制他们。这边追小孩的队伍已经出发，那边小新等人才刚刚起床，几个人洗漱完，蘑菇头的手下们已经冲进了商场。小新等人找了个玩具小屋躲了起来。关键时刻，小新突然想放屁，为了不被外面人听见，还特意放得很小声。但所谓臭屁不响，响屁不臭，大家立马就都被熏了出来。站在外面的竟然是广志，但广志一心只想抓小新，根本不顾什么父子情谊。幸亏玩具小屋卡住了广志，小新他们才得以逃脱。紧接着，大家又遇到了美伢，小 K 一下子就抱住了妈妈的大腿，小新神力爆发，将妈妈拽倒，整个商场乱作一团。趁乱逃出商场后，小新团队来了一次遁形大法。遁来遁去，众人遁到了幼稚园的娃娃车里。又是闷骚的阿呆语出惊人，他说自己常看校长开车，早就学会了。在呆神的指挥下，小新等人组成了头文字 D 小队，方向盘、离合器、摇杆、油门各司其职，真的驾驶着娃娃车逃跑了，让一直没考过科目2的偏偏汗颜啊！看阿呆开车开得那么爽，小新也想尝试一下操作方向盘的快乐。于是阿呆决定大家轮着开。第一个要上场的是正南，他胆怯的想推辞，一定用一记吐的刹就把正南吓到了驾驶位上。正南哆嗦着把娃娃车开到左摇右摆，没想到却凭借庞大的车身把追击的小车挤翻了。正南这下发现了诀窍，开始了疯狂飙车模式，甚至还来了一次水下行驶。第二位当驾驶员的是风间，但保守的风间车开得太慢了，路牌上写着限速40，他就真的只开了40迈，完全不像是在逃亡。很快大人们的车就追了上来。第三个上场的是宁宁，他一上来就进入了表演模式，又和小新玩起角色扮演，装起了大人，然后一言不合就开始唱神曲。美女宝贝，今夜不让你入睡，哈哈哈！跟随我们的音乐节奏，身体开始挪动 ，Everybody， 螳螂扑着喊着，第4位闪亮登场的就是我们的主角星神了。小新的驾驶风格比较虎，他直接跳着舞就把车给开了，好像是有魔咒一般。又是爸爸广志和妈妈美伢最先追了上来，不过也都被咱们的星神一一化解。开着开着，小新有点尿急，于是他派出了蜡笔小新里真正的神奇存在小白出场。小白开着车，小新直接爬到车顶，对着追上来的蘑菇头撒起了尿，让蘑菇头体验了一把活在当下的恐惧。车里的风间发现小白正在把车开向20世纪博览馆，大家当即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去敌人的老巢闯一闯。仿佛察觉到了小新等人的意图，大人们也开始猛烈的攻击。他们的武器倒是很童趣，不是烟花就是弹弓。小白这个车技是真的溜，千钧一发之际，娃娃车冲进了20世纪博览馆的大门，大家都在为白神欢呼时，一个不注意，车撞在了博览馆的柱子上，把大家都给撞晕开了。蘑菇头趁势冲进博览馆，来了个瓮中捉娃，只有小新凭借主角光环，带着小黑、小白脚底抹油溜了。这3位大神来到了一间画着奇怪标志的大门前，打开门后，小新惊呆了，屋里的是已经变成小孩子的广志，场景梦幻般的回到了他第一次和小新爷爷奶奶来到世界博览会。小广志想要去看博览会上最有名的月之石，这个月之石其实就是月亮上的一块石头，是美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时带回地球的。这块月之石太珍贵了，参观的人排起了一条长龙，因为人太多了，小新的爷爷不想排队，这让小广志非常不满。小新看爸爸已经沦陷在了童年回忆里，赶紧跑上去父子相认，但小广志完全忘记了小新的存在，说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可能有了小新这个儿子呢？看来必须得找个什么东西唤醒广志成年以后的记忆。小新脑筋一转，想起爸爸那双很臭的脚，迅速脱下鞋给爸爸来了个脚臭杀。在熟悉的味道里，爸爸回到了更早的童年。小新的爷爷载着广志在田间骑行，父子俩要去钓鱼。随后画面一转，广志已经是个小学生，他已经可以自己骑着自行车在田间驰骋了。再大一点，上了中学的广志开始和女生早恋，两个情窦初开的孩子推着车一言不发的尴尬而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志的记忆距离现在越来越近，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人离开家乡，坐着火车来到大城市闯荡。他第一次成为大公司的职员，因为做事毛手毛脚，被上司骂个没完。他也记起了和美伢共同在樱花树下散步的恋爱时光，他们结婚生子，有了可爱的小新，全家人一起在土地上盖起了房子，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成家后的广志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
压力，他在酷暑中奔波，在深夜时加班，在地铁上酣睡。他的脚也是在那段时光中因为忙碌而逐渐变臭的。但每当他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迎接他的是贤惠的美伢和2个可爱的孩子，一口冰啤酒下肚，酣畅淋漓。假日时，他也会学着自己爸爸的样子，骑着车和美伢带着孩子们去钓鱼，一家人从容幸福的在田间驶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面庞。人生正是这样的一个轮回。这些回忆伴随着脚臭，小广志变身回了大广志。父ちゃん、俺がわかる？醒来的广志拿着臭鞋，把妈妈美伢也从童年记忆中唤醒了。蘑菇头此时追了过来，他并未逮捕小新一家，而是带着他们穿梭在过去的小镇。那些泛黄的美好记忆继续蛊惑着广志和美伢。但有了脚臭的帮助，2位大人这次没有中招。蘑菇头还不气馁，带着小新一家来到了自己的住所。黑长直看起来很善良的样子，没事就自己在家用缝纫机做衣服，还给小白倒了牛奶。蘑菇头家的电视上播放着他们秘密计划的详细内容。原来蘑菇头研制了一种可以让人贪恋过去的神奇味道。广志和美伢之所以变得昏头，就是因为这种味道。以前这味道只在20世纪博览馆里弥漫着，而现在蘑菇头要用更强的设备将味道扩散到更大的范围，让更多的人活在过去。蘑菇头很镇定地告诉小新一家，他一会儿就会去味道发射塔顶层那里按下发射按钮。如果你们想阻止我，我可以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大家一起玩个争分夺秒的游戏。情况紧急，小新一家立刻冲出房子，奔向发射塔。沿途蘑菇头设置了诸多障碍，比如让广志和美伢欲罢不能的古早咖喱饭。看广志美伢不上钩，躲在咖喱店的蘑菇头手下们果断开始追击。跑着跑着，一个非常有过去风味的送餐小哥挡住了去处。一片混乱中，小新一家抢到了小哥的自行车。骑着骑着，大家又看到了令人怀旧的送货3轮卡车。小新一家马上自行车换卡车，继续冲向发射塔。靠着这2、3轮卡车，广志带着全家找到了小镇的出口。出口的外面就是发射塔了。为了防止蘑菇头控制电梯的运行，小新全家人开始疯狂攀爬楼梯。可这边已经快形成了包围之势，广志决定抄一个近路，谁知道却被逼上了高空独木桥。小新看起来倒是不怕，但大人们却爬得心惊胆战。可在最后的广志被追兵阻挠，这次广志真的提起精神，成为了超级英雄，用小孩子打架才会用的王八拳打了过去。看到爸爸有难，咱们的新神也决定出击了。小新的这个无厘头攻击让所有人都处在掉下去的边缘。就在小新要掉下去的时候，美伢用一条腿接住了小新，可自己也因为失重倒吊在了独木桥上，但依着把闺女小葵紧紧地抱在怀里。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广志将妻子拉了上来，小新全家再次躲过了危机。可此时蘑菇头和黑长直已经乘坐电梯前往发射塔顶层了。半路上他们还专门停下来给广志一个回到过去的机会，但广志撑着电梯门告诉蘑菇头，比起活在过去的虚假快乐，还是现在拥有家人的幸福让他感到更踏实。趁着爸爸拖延时间，小新带着妈妈继续向发射塔顶层进发。看着追兵们越来越近，妈妈抱着小葵来了一个后背降速攻击，小白也冲上去阻挠敌人前进。他们的英勇行为此时此刻都被监控录了下来，整个怀旧小镇的居民都在观看。现在只剩下小新一个人和电梯赛跑了，他越跑越快，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跑到画风都开始凌乱了。最后一刻，小新追上了蘑菇头，蘑菇头每走一步，小新都拽着他的裤脚。冷漠的蘑菇头还是走到了发射塔按钮前，但是他发现，因为小新一家人的反抗行动被直播，怀旧小镇的居民们对那个神秘味道产生了抗拒，大家都开始怀疑活在过去是不是正确了。如此一来，现在按下发射按钮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未来才是最重要的。在黑长直愤怒的质问下，小新回答了他为什么一定要活在未来。ほら、父ちゃんと母ちゃんやひまわりやシロとも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から。喧嘩したり頭に来たりしても一緒がいいから。あとはほら、大人になりたいから。大人になってお姉さんみたいな綺麗なお姉さんといっぱいお付き合いしたいから。听到这样的回答，蘑菇头和黑长直死心了，他们落寞的离去。赶上来的广志和美伢赶紧扶起累倒的小新，一起来到了塔顶天台，却看到蘑菇头和女友一副要殉情的样子。可就在他们即将从塔顶跳下去时，一直在塔檐下筑巢的鸽子袭击了2人。看到鸽子都为了未来奋不顾身，2个人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动画的最后，所有的大人都带着孩子回到了城市，小新一家也回到了温暖的家中。着いた着いた。時には誰かと手を取り合って。ただいま。おかえり父ちゃん母ちゃん。大悲小新之呼风唤雨。